大家好，继续前面修整的计划哈。既然保利龙箱这么爱种哈，想出一个交换种植空间的办法。另外在一旁呢，让出可种植的空间，采用利诱的方式哈，把菜床做得更为方便啊。耕作时呢，也没有强日照哈，这样总应该可以心甘情愿的让出保利龙箱的空间了吧？施作菜床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哈，就是别因为种植空间够大呢，就将菜床完全使用掉。事先摆设瓦片的目的呢，就是在量测菜床的宽度了。因为是采用垫高种植的方式，人是不会轻易踩进去哈，所以呢，宽度最大的容忍度呢，是手可以轻松触及中线了。这样日后采收或是移植时呢，才会更为方便了。由于这个位置比较高哈，土层也非常厚了，瓦片搭设菜床呢，采用横式的方式就够用了哈。除了可减少日后的浇水频率呢，瓦片需要的数量比较少哈，施作起来也比较快速了。由于这是日后要交换出去的菜床哈，考量种植人的手长与估计现有土壤的数量呢，也就只搭设3块瓦片的宽度了。而这将周围清理干净的好处是呢，日后就算长草也很好清理之外呢，净空的空间还可以避免掉蝸鸟的入侵啊。另外要从下方取水呢，或是直接使用水管浇水呢，也都非常方便哈。但是呢，最懂这块菜床奥妙的呢，应该不是人，而是狗才对啊。毕竟呢，有土可玩之外呢，一旁还有木瓜树可以遮阳哈。至于这一侧呢，脚踩的位置啊，依旧有保留一条田埂的宽度啊。这是预留给种植不耐湿作物的空间啊，拿来种葱或是洋葱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而挖土的过程呢，您有发现工序的安排了吗？为何需要将挖起的土壤呢移到这么远的前方这当然是将环境整理的因素纳入考量啊。目前内部使用到的土壤呢，就只先拿来固定一旁的瓦片而土壤的高度呢，就是预计菜床内部的土壤厚度接着把菜床中央挖深并将土壤往外推因为一旁排水沟槽里呢，累积下来的主要都是细沙，触感就像刚拆封的水泥一样这种过轻的沙子与杂草呢，就直接往菜床中央凹洞摆再将它掩埋掉避免又随处飘摇这样整理的时间呢，可以快速非常多了。而若是您想要就地堆肥那就得挖深一点避免不经意的呢，又将草籽翻起来这样省事的程度呢，就会大打折扣不过呢，也不用过于担心长草啦。在封闭空间里呢，草算是很容易清除的啦。现在再将土壤回填刚好可以检测一下与当初预期的土壤厚度是否相同当遇到土壤厚度不足时呢，瓦片外围的土壤也可以拿来补足啦。这样略微低洼的效果呢，还可以让菜床下方有集水的效用完成菜床之后呢，就可以从头来看一下收纳后的效果啦。不过呢，这算是只是高兴了一天个人的种植空间呢，不额外添加设施实在很难解决狗的问题从这只是在上面踩踏的脚印呢，一看就是隔壁的小黑所为家里的大狗呢，踩进去哪会这么轻松放过？肯定会挖个符合狗体工学可以趴卧的狗床由于白菜算是短天期的菜现在种植呢，采收完会比一旁的萝卜快完全可以赶上交换出去的空间
另一个先进行种植的目的是要将土壤养活啊。现在这一侧呢，要种植的是紫薇白菜哈。进行撒种的方式呢，是将种子先用容器盛着，进行搅拌均匀啊，然后进行随机式的撒种啊。而这种子需要有一定的大小，会更加方便啊。若是像大陆妹等莴苣类哈，种子比较小啊，建议直接撒种即可啦。另一侧要种植的则是柯子白菜哈，这算是指定款啦。每年都有亲戚指定要吃这种白菜哈。撒种的方式呢，其实是自己比较常用的方式啊，采用直接撒种哈。但是撒种的过程呢，种子别一次取太多颗啦，每次只取几颗呢进行撒种哈。虽然要略花一点时间啦，但个人觉得哈，这样其实可以比较均匀啦。当然啦，这也可能是因为家庭种植的空间比较小哈，一次种植的数量也不大啦，但是一样可以非常均匀啦。大家刚好可以顺便比较一下哈，不同方法的效果啊。另外提醒一件事哈，因为白菜生长的时间很短啦，就可以进行采收哈。采用分批种植的方式呢，会更适合啦，这样才不会造成几天采收完又得重新等待生长期啦。当然呢，更不会因为大量产出得连续吃好几天因为种子没有进行事先浸泡所以附上土之后呢，记得要把水浇透了。这不用3天就会发芽了所以呢，前3天记得要保持湿度啊。毕竟这是采用垫高种植的方式最后呢，简单做个防狗的措施啦。这种植空间呢，不但有遮阳，又有土可以玩不做防范是不行的啦。有人会觉得，既然已经有了围篱了，盖上网子可行吗？就经验而言呢，防虫的网子对狗也很有吸引力啦。可能松软又透气的缘故之前收掉防虫网时呢，拿瓦就非常喜欢躺在上面做日光浴啦。关于种植呢，就是经验的累积而已啦，只是个人累积了不少的另类经验经过1个星期后呢，2种白菜都长出来了啦。浅绿色的是柯子白菜感觉2种发芽率差不多啦。至于撒种的均匀程度呢，就由您自行判断了。感觉个人惯用的方法呢，应该也没有比较差才对啦。而这上方的养分呢，反而是个人比较在意的毕竟有生物喜欢在这土壤环境的迹象呢，通常作物也会长得比较好啦。谢谢收看。